你敢信嗎？中國人的廚房裡那口燒了幾十年的明火，現在正在被一樣很多人根本瞧不上的東西悄悄挑戰。而大多数中国人对它的印象到今天可能還停留在煮火鍋、燒開水、租房才用的桌面小電器，它就是電磁爐。但今天我先不跟你講歷史，也不講什麼新能源廚房，我們直接做一道最簡單的選擇題。左邊是一圈熊熊燃燒的燃气火焰，右邊是一塊連火都看不見的電磁爐。如果現在各放一口鍋，哪一邊能把熱更快送進鍋裡？大部分中國家庭第一反应一定是这還用問，當然是燃气。可真正測起來答案可能正好相反。美國 Energy Star 公布的数据是电磁烹飪大約可以把 85% 的加热能量送进锅具，燃气真正進入鍋裡的大約只有1/3，也就是说你眼前那团看起來非常凶猛的火，其實相当一部分根本没有在煮菜。它在燒鍋邊、燒爐架、燒空氣，順便把站在旁邊的你也一起燒熱。這就是今天第一個反常識，看得到火不代表真正進鍋裡的熱更多。國外有一條超過185萬播放的實測，乾脆不跟你算理論，直接拿燃氣灶和電磁爐去做普通家庭真的會吃的東西，米飯、豆子、煉雞蛋，最後再把兩邊消耗的燃气和電量全部算出來。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電磁爐不是只會在燒一壺水這種實驗裡贏，它真正的優勢是在大量普通家庭烹飪裡能把更多能量直接送進鍋裡。當然這裡我不會直接告訴你電磁一定更省錢，因為你住台灣、香港、美國、加拿大，電價和燃氣價格完全不同。但有一件事是不變的，從能源真正進入鍋裡的比例來看，電磁天生就比明火少浪費。那問題就來了，既然又快，效率又高，中國家庭為什麼沒有早早把燃气灶扔掉？為什麼你去真正的中餐館後廚看到的還是一排呼呼作響的猛火灶？答案就在那口中國人用了幾百年的炒鍋。但在講炒鍋之前，先把電磁爐另一個坑掀開。你去買電磁爐，最顯眼的數字永遠是2000瓦、2100瓦、2200瓦。大部分人自然會覺得瓦數越大火力越猛，問題是標籤上的2200瓦和你炒菜時鍋裡真正能持續拿到多少火力完全不是一回事。B 站有一條46萬多播放的熱門橫評，直接測了九陽、美的、蘇泊爾、小米等5款熱銷電磁爐，結果最反常識的是標稱功率看起來都很漂亮，但實際測出來完全不是按數字大小排隊，甚至出現了看起來火力最猛的實際測的功率反而不是最大這種結果。所以買電磁爐真正值得看的不只是峰值寫多少瓦，而是它能不能把高功率持續住。食材一下鍋，鍋溫瞬間掉下去之後，它能不能快速拉回来，低火是不是穩定輸出，還是開一下停一下再開一下，靠间歇加熱假裝自己有小火，這些東西才真正決定你炒出來的是菜還是一鍋水。好了，現在中國觀眾最大的反駁終於來了，你前面講這麼多有什麼用？中國人不是只會煮麵煮雞蛋，中國人要炒菜要爆炒要顛鍋要鍋氣，沒有那團火你跟我談什麼中國廚房？這個質疑完全成立，而且它恰恰是普通家用電磁爐最大的先天問題。因為普通電磁爐是什麼？一塊平面下面的線圈也是平的，它最舒服的搭檔本來就是平底鍋。但傳統中式炒鍋恰恰相反，它是原底燃气火焰有一個電磁爐很難模仿的特點，它不只燒鍋底，火焰和高溫氣流可以往鍋的側面包。中國廚師顛鍋推鍋，讓食材在鍋底和鍋壁之間快速移動，本來就是和這套熱分布一起長出來的烹飪方式。所以別急着罵中國廚師守舊，真正的問題是普通平板電磁爐本來就不是按照中國原底炒鍋設計的。到這裡燃气好像又贏回來了，但接下來才是整件事情最好玩的地方。國外那條超過150萬播放的爆款影片，標題問的就是一句電磁烹飪可以，可是炒鍋怎麼辦？答案非常簡單，甚至簡單到讓人想笑。炒鍋是圓的，那誰規定電磁線圈一定得是平的？現在已經有專門的電磁炒鍋，不是你桌面上那塊玻璃板，而是直接把加熱區做成碗形原底炒鍋，整個做進去，鍋是彎的，線圈也跟着彎。這一下電磁爐原來最大的幾何問題就開始被解掉了，而且商用設備和你家那台1000多瓦的小爐子根本不是一回事。美國 Frontier Energy 對商用設備的實測裡，120伏便攜式電磁爐常見只有 1.4到 1.8千瓦，換到208伏商用設備就能做到 2.5千瓦、3.5千瓦、5千瓦。更有意思的是另一組測試，一台10萬 BTU 每小時換算熱輸入接近30千瓦的燃气設備和一台只有5千瓦的電磁設備做生產能力比，你看數字一定覺得30打5這還比什麼？結果燃氣的測試熱效率只有約 19%， 電磁做到約 84%， 最後實地產能燃氣大約124磅每小時，電磁大約117磅每小時。
差距遠沒有30千瓦對5千瓦看起來那麼離譜，這才是整件事情最值得記住的一個反常識。我們以前判斷火力太喜歡看輸入多少，但真正做飯你應該問的是最後到底有多少熱進了鍋。不過先別急着宣布電磁爐勝利，因為還剩下一個中國人最在乎也最難回答的東西，鍋氣。鍋氣到底是不是一定要有明火？這件事連專業廚師都沒有一句話能說完。一派很重視高溫本身，鍋夠熱，食材一下去，水分快速蒸發，表面快速發生褐變，油脂、香料、食材在極短时間裡完成反應，這些都和高溫以及鍋溫恢復速度直接相關，但另一部分味道確實可能和明火有關。中式大火颠鍋時，細小油滴被甩到鍋外，接觸火焰之後瞬間燃燒，再跟着烟氣回到食材表面。Jaken Geopadzot 甚至專門用噴槍去模擬這部分效果。所以真正的答案不是鍋氣完全不需要火，也不是没有明火永遠做不出鍋氣，而是我們嘴裡那2個字本來就是一整套高溫油脂蒸發、褐变烟火和廚師操作共同形成的結果。這也是為什麼普通家用平面電磁爐和中餐館猛火暢比本來就有點欺負人。你拿一台1500瓦的桌面機去跟後廚幾萬瓦級別的爆炒設備打，然後得出電磁爐不適合中國菜，這個參照物從一開始就選錯了。尤其是我們很多住在北美的華人這裡有一個非常典型的誤會，你在美國 Amazon 上隨手買一台便攜電磁爐，插普通強插就能用，這種設備大部分運行在120伏功率，通常就在 1.4 到 1.8千瓦，然後你拿一口大炒鍋上去炒2把青菜，發現食材一下鍋溫度就掉，半天拉不回來，於是得出一句電磁爐根本不適合中国人。可如果換成208伏或者240伏供電商用或高功率設備，可以直接做到 2.5、3.5 甚至5千瓦。所以很多海外華人真正被限制的不是電磁技術，而是牆上那個120伏插座。你拿一台便攜火鍋爐代表整個電磁烹飪技術，就像拿一台卡式爐去代表中國餐館的猛火灶，當然會輸。說到這裡，我們再回頭看燃氣的另一面，這也是為什麼過去幾年歐美突然有越來越多家庭重新討論電磁爐，不是因為大家突然不會做飯了，而是大家開始算另一筆以前很少算的賬，燃燒到底把什麼送進了室內空氣。燃氣在室內燃燒會產生氮氧化物等污染物。Stanford 團隊的研究還發現，燃氣和丙烷皂在燃燒時可以產生苯，在部分測試條件下，高火單爐或燃氣烤箱能讓室內苯濃度升高，所以對通風不佳的家庭，廚房選擇不再只是哪個炒得香，還多了一個我每天到底在室內燒什麼。這不是說用了燃氣灶就一定有健康問題，更不是讓所有人現在回家拆燃氣。真正值得記住的是，如果你家廚房很小，通風一般，老人小孩常在旁邊，又不是真的每天追求猛火爆炒，那電磁爐沒有室內燃燒這件事情本身就開始有價值，還有清潔。燃氣灶做完一頓飯，爐架火蓋油污縫隙，電磁爐鍋拿走，一塊玻璃擦掉，夏天也一樣。燃气大量熱量從鍋邊跑進廚房，電磁更多熱直接進鍋，廚房自然少吃一部分廢熱。到這裡，如果我直接告訴你，所以所有家庭都該換電磁爐，那這期就白講了，真正答案沒那麼簡單。如果你家一年到頭爆炒很多，習慣原理炒鍋，經常顛鍋，就是喜歡傳統猛火的手感，而且家裡燃氣和排烟條件都很好，那你沒有必要為了科技感硬換。燃气依然非常適合你，但如果你平常 80% 的飯其實是煮燉、蒸、煎、燒水、煮面、火鍋再加普通家常炒菜，你又在意清潔廚房溫度、安全精準控溫，那電磁可能早就不是你記憶裡那個只能煮火鍋的小玩意兒。而海外華人還要再多看一條，別拿120伏便攜機去判整個電磁技術的死刑，真的準備把電磁當主灶，先看家裡能不能上208伏或240伏。再看設備的持續輸出和鍋具匹配，最後再回到我們最開始那個問題，中國人炒了幾十年的明火，真的一定比電磁爐好嗎？現在你應該會發現這個問題本身就問錯了，真正該問的是你每天到底怎麼做飯？你需要的是一台能瞬間爆炒的猛火設備，還是一台能把絕大多數家庭烹飪做得更高效、更好清潔、更容易控制的加熱設備？甚至最終答案可能根本不是2選1，而是2種都留一口高火力設備，負責真正需要爆炒的 20%， 一套電磁負責剩下的 80% 的日常烹飪。這可能才是未來中國家庭廚房更現實的形態。因為電磁爐真正要打破的從來不是那團火，而是我們腦子裡一個用了幾十年的直覺看得到火才叫火力。但今天火力第一次变成了一件你眼睛看不到，鍋卻最清楚的事情。而當我們終於不再只問火夠不夠大，
才會開始問真正值得問的問題，我每天做的這頓飯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熱？好了，本期就聊到這兒。如果你家下一次裝修只能選一個燃氣還是電磁，評論區告訴我。我很想看看中國家庭守了幾十年的這團火，到底還有多少人不願意放下。